大家好，我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部神剧的最终季。在前2季的故事中，人杰地灵的温登小镇爆发了多起儿童失踪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有人在做时空穿越的实验，把孩子从一个时空绑架到了另一个时空。围绕着案件的侦破，牵扯进了小镇中的白、王、刘、钱4大家族，每个家族拥有4、5代人，一共20-30个角色，展开了跨越100多年的5条时间线。1921年、1954年、1987年、2020年、2053年，5条线齐头并进，交叉叙事，他们之间刚好相差了33年。4大家族里的每个主角都希望通过时空穿越找回自己失踪的亲人，或者逆转已经发生的事件。但是随着穿越的不断进行，他们发现一切他们渴望改变世界的操作，都变成了让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过去与未来互为因果。第1季最大的爆点是，小白发现隔壁王家失踪的一个熊孩子王小米，居然就是自己的亲爹，所以自己喜欢的女孩王小花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姑姑。第2季的爆点更多，小白发现穿越时空绑架的幕后主使，居然就是老了以后毁了容的自己。而刘家母女俩更离谱，俩人竟然互为母女，我自己生了我亲妈。第3季的信息量在第2季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而且还会有更多惊人的秘密被揭开。一个视频是绝对说不完的，还是和上期一样，本期视频点赞过12万，咱们3天之内更新下一期。前2集的故事我就不再赘述了，做个前情提要，估计都得做个10分钟。所以想进坑的小伙伴，请直接看我之前的5个视频解说。已经看过解说或者看过原剧的小伙伴，也建议先去补课。在第2季的结尾，小镇的核电站爆发了巨大爆炸，几乎就是世界末日。一切的事件都没能挽回，但在爆炸发生前的一瞬间，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亚当，也就是男主的老年形态，穿越到了2020年世界末日之前，在年轻的自己面前亲手开枪打死了年轻的女主小花，然后飘然而去。小白正抱着小花的尸体哭呢，突然冒出来另一个小花，看年纪和自己的小花相仿，只是发型和衣服不一样。他声称自己来自另一个平行世界，说完便扭动了一个特别的时间机器，瞬间带走了小白。从此第3季的故事正式开始。在第3季，除了现在小白所在的世界，还会打开一个与现在的原世界相对的暗世界，可以理解为另一个平行宇宙。在暗世界里同样有着温登镇各个家庭的角色，但角色的关系和身份又都有着一点变化。2个世界都有着多条以33年为间隔的时间线，并且在第3季时间线还将继续向上拓展，延伸到1888年。好家伙，一下从21世纪的核电站时代冲到了煤油灯和马车夫的世界，硬核暗黑，硬核到底。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一点一点说。刚刚说过，有一个声称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小花，用时间机器带走了小白。为了区分，我们就把这个带小白来自暗世界的小花叫做黑小花。在这个暗世界里，黑小花告诉小白，一切的起源以及2个世界的节点，就是源于此刻2人的第一次见面。时间塔再次启动了时间机器，独自消失在了黑暗中。小白这是第1次见到黑小花，黑小花可不一定是第1次见小白。此刻的黑小花明显比小白知道更多的信息，在时空穿越层面也要稍高阶一些，并且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做。黑小花走后，徒留小白一个人，来到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暗世界。此时的暗世界正处于事件初始的2019年11月4日。这个世界里还有一个小花，这里说明一下哈，刚刚消失的黑小花和这个暗世界里仍然存在的小花，就是同一个人的2种不同形态。暗世界的小花会在未来变成黑小花，相当于原世界的初始小白和伤痕小白。小白是原世界的主角，小花则是暗世界的主角，他们分别都有2个形态，生活在2019年11月4日什么都不懂的萌新形态，和已经知道了世界末日会爆发，想要通过穿越拯救世界的进阶形态。所以此刻就是暗世界的进阶版小花把原世界的进阶版小白带到了暗世界，让他遇到了这里的萌新版小花。此刻的暗世界仍然有小花所在的王家，但是这个世界里根本就没有小白，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在暗世界有一整套完整的人物体系，因为人太多，这里就不重新起名了，大部分人物还是按照原来的名字叫。世界切换时我会强调，搞清楚在哪个世界，人物都是整套的，替换就可以了。暗世界的角色相比原世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暗世界的王家王小米还在家，他明显比原世界的王小米要大了一些，当然也是因为拍第3季的时候演员比第1季时长大了一些。王长毛也还是小花的哥哥，只不过毛更长了，而且是黑发。仨孩子的妈妈卡姐戴上了眼镜，显得很斯文，但他们的爸爸老王却不在了。老王已经和卡姐离婚，3个孩子由老王和卡姐轮流带，而且老王还再婚娶了娜娜。王家传统异能直接梦想成真。既然老王已经名正言顺的在娶，自然也就不用再和娜娜偷情。开屏的体操课也换人了，这次换成了老王的大儿子王长毛和刘家的大女儿刘小跳。王长毛性格变得更加强势，不再偷偷摸摸的暗恋，而是直接大开大合。暗世界王家家5口新的模样，大家最好暂停认一下脸。刘家有了一点点变化，妈妈，爸爸。小女儿刘小雅不再是哑巴，反而大女儿刘小跳变成了哑巴，但我们的名字还是按照之前的叫，免得大家乱了套。姐妹俩的父亲刘医生直接从医生变成了牧师，
以后就叫他刘牧师。大家记住，没胡子的是刘牧师。姐妹俩的妈妈夏姐还是警察，不过在警局的职位和老王发生了对调。现在老王是警局领导，夏姐是他的下属，老刘燕还活着，不同的是耳朵还在，但眼睛瞎了一只。暗世界的刘家一家5口，大家也可以暂停认一下脸。另外，警局的独眼眼睛没事了，但手断了。这些小变化都可以用来区分原世界和暗世界，大家可以画一下重点。对了，你以为老王娶了娜娜以后就会从此好好过安稳日子？怎么可能呢？老王又继续出轨了夏姐，一来是出去买个早饭的功夫就能把事儿办了，不愧是你我的王。而且娜娜还怀孕了，看样子距离孩子出生没几天了。小三上位，再找小四，还孕期出轨，哎，不多说了，呸，臭渣男！更戏剧的一幕出现了，娜娜依然和第一季时的卡姐一样，先闻衣服，再抱情敌，来了一招闻香识小三儿啊，不对，应该是小四。小花的暗世界穿上了以前小白的黄色外套，似乎也预示着在这个世界里，小花变成了小白一样的故事主导者。学校里依然贴着红发的寻人启事，由于小白和白来都不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以小花也另外有了其他的男朋友。不是钱钱，是一个叫做基里安的男生，咱们可以简称他为鸡鸡。钱钱老钱钱顶了，备胎都轮不上，就在换备胎的过程中用他来顶一下。这个鸡鸡也不是外人，他是失踪男孩红发的哥哥。第1季时和小花演话剧的搭档也是他，当时是一闪而过的龙套。第3季终于在暗世界转正了。小白被黑小花带来暗世界之后，独自一人回到了家。一到家，自然是全城一脸懵。白家的房子现在住的是卡姐和小花一家人，而娜娜则住在老王的家里。小白回来，看着这一切熟悉又陌生。他回到了学校，发现所有人都没见过他。小花也对他没什么耐心，连自己的妈妈娜娜也根本不认识自己。小白心态有点崩，反复跟人解释之后，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河田镇的儿童失踪案还在继续调查，前爸亚历山大依然是河田站的站长，但前妈雷姐却因为癌症不久前去世了。他们的儿子钱钱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梳了个大背头，一副沉稳学霸的模样。暗世界的钱家一家3口，大家也记一记吧。几个孩子还是相约去河田站旁的山洞，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大麻，而是因为红发是鸡鸡的弟弟。孩子们希望在山洞里能找到红发的线索，但这次他们没有带王小米，就像老刘燕反复念叨的那句话一样，该发生的事还是照样会发生。山洞再次爆发了巨响，满脸黑油的人也又一次出现。小花和其他孩子们被巨响吓跑，逃进了刘家的地下室，没想到正好见证了时空裂缝打开，看见了从里面掉出来的王老二的尸体。这次的王老二没有遇到老年科室，自然也就没有被摘掉身份证。小花和几个孩子们一眼就认出了身份证上的人就是老王30多年前失踪的弟弟王老二。另一边，小白也遇到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满头白发，从黑暗中走来。这个女人正是老年小花。老年小花告诉小白，由于此次几个孩子没有带王小米去山洞，所以王小米自然也就不会穿越变出白来，白家父子根本就不会存在。前2季里，小白一直想改变历史，救下自己的父亲，却怕自己会因此消失，都在所不惜。而暗世界真的就是一个没有小白存在的世界，但却并不像小白想象的那么美好。这个世界依然会陷入各种轮回和恐怖事件。把小白送到暗世界之后，进阶版的黑小花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他穿越了时空，再次来到了原世界。不过这次他来到的是1888年，没错，故事已经延伸到了19世纪。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的时候，我原地震惊了。1888年什么概念？大清还没亡啊，朋友们！看个剧，活生生的从科幻片看到古装片，又爽又觉得离谱。大家还记得吗？第2季相比第1季，主时间线往前推进了大半年，从前一年的11月到第2年的6月。如今的第3季，所有时间线再次往前推进了3个月。所以第3季原世界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各个时间线的9月份。在1888年的9月21日，黑小花来到了一个写着钟表匠家族名字的工厂。工厂里21世纪的几个角色都有：大白、钱钱、王长毛、刘小跳。这几个人都是上一季结尾世界末日即将爆发的时候，大白启动时间机器从原世界带回来的。显然，几个人目前已经开始适应19世纪的生活，换上了佛时代的服饰。大白正在埋头工作，看见黑小花后直呼：“你竟然还活着！”黑小花却告诉大白，自己不是大白的小花，而是暗世界的小花。在那个世界里，小白根本不存在。最要命的是，在那个世界里，他们最终都死了，和原世界一样，都逃不过终结的命运。大白对黑小花还是无法信任，他问黑小花：“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黑小花说：“是小白告诉我的。”刘小跳不懂就问：“你刚才也说了，你所在的暗世界压根就没有小白啊。”这几句对话信息量爆炸了。首先，大白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暗世界，这就很离谱，因为我们前面说了一大堆剧情，都是小白去暗世界的见闻。既然大白是小白的中年形态，那他应该也去过暗世界才对。难道大白失忆了？紧接着，大白对黑小花发出了灵魂3连问：1. 你是不是亚当派来的？2. 那封诺亚带给我的信是不是你写的？3. 你到底是用什么穿越过来的？还没问出个结果来，大白就被王长毛和钱钱拉走了。
如果大白之前确实没见过黑小花，那他怀疑是未来的自己，也就是亚当告诉了黑小花他们的所在，也是合情合理的。而大白提到的那封世界末日之前诺亚交给自己的信，似乎就是导致大白带着王长毛、刘小跳和钱钱穿越到1888年的主要原因。当时诺亚说信是小花写的，但到底是哪个时间点的小花，甚至是哪个世界的小花写的，以及到底写了些什么，这些目前都还是未解之谜。黑小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以后，钱钱单独来找他。从二人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在1888年这个时代，大白和钱钱等人已经不能取得核燃料，自然已经没有办法启动实验机器，某种程度上被困在了这里。他们家的工厂是朱宝剑的爷爷开的，这个老头双目失明，我们以后就叫他盲爷。大白和钱钱他们的工作看起来也是在为实验机器服务，目的就是为了再次穿越时空。钱钱把小花带到了一个秘密集会地，这里就是西蒙多总部的前身。盲爷的父亲一生都致力于发明实验机器，组织了很多人搞研究，不过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没有实践成功过。如今这个组织只剩下了盲爷一个人。盲爷看得出对时空穿越有着高深的理解，并且还对着大白说出了那句世界竟是如此创造而成。盲爷父亲想要穿越是为了救下自己的妻子，也就是盲爷的妈妈。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盲爷的妈妈和夏姐同名，也叫夏洛特。而且第一季的时候，诺亚送给刘夏雅的那个刻着夏洛特名字的怀表，如今居然就在盲爷手中，似乎是他妈妈的遗物。这个怀表又能如何流传到诺亚手里的呢？回看钱钱和黑小花，钱钱也问出了大白问过的问题：你到底是不是亚当派来的？我们听大白说过，亚当可是杀死原世界小花的凶手。黑小花却反问钱钱：难道你们不知道亚当就是未来的大白吗？钱钱听完当场傻了眼，凶手就在我身边。他当即找到大白，质问他为什么不告诉大家真相，还让众人在这里徒劳无功，造那个根本就不可能运转的实验机器。大雨里，两人再次打了起来。这一幕也熟不？当年大白还是小白的时候，就跟钱钱在大雨里打过一架。从21世纪打到了19世纪，两人还是没分出胜负。事实证明，在大雨里决战紫禁之巅，确实打不死人。黑小花希望让大白信任自己，他拿出了球形实验机器给大白看，自己就是靠这个东西来到了原世界。黑小花还给了大白一颗核原料球，里面正是世界末日的核爆炸产生的黑色暗物质。黑小花告诉大白，这是最后一颗了，你可以用它来穿越时空。但当大白将核原料放入实验机器启动时，即使有了核燃料，大白的第一次实验还是失败了。黑小花则趁这个时间独自躲进房间，拿出了另一颗核原料球，偷偷穿越消失，离开了大白当前的时空。可见刚才他告诉大白只剩一颗是彻底的谎言。黑小花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又为什么要骗大白？他偷偷穿越又去了哪个世界的哪个时间？我们暂且通通按下不表。但是相信我，本期视频的最后，我一定给你们一个答案，依然是原世界。时间来到1987年的9月22日。第二季的结尾，王家的妈妈卡姐为了寻找自己失踪的丈夫和儿子，带着在白家找到的洞穴地图，找到了时间通道，顺利穿越到了33年前的1987年。因为他之前查阅过学校档案，已经确定了王小米就是在这个时代，所以现在只要找到人就好了。然而由于上一季老王逃出精神病院，险些把王小米带走，大致为了孩子的安全，已经从白家搬走了。房子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本相册，让卡姐睹物思人。卡姐来到了1987年的学校，她拿着王小米的照片，到处问人有没有见过。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年轻时的老王和年轻时的自己，当然还有小时候的娜娜。娜娜告诉她，夏天的时候有一个疯子从精神病院跑了出来，想把王小米带走。疯子显然说的就是老年老王，把王小米带走的事之前都说过了。卡姐记下了娜娜说的信息，却对面前这个小娜娜没有一点好脸色，一下把她怼在墙上，警告她不许碰王小米和老王，毕竟仇人相见，没直接把小娜娜弄死都算是轻的了。卡姐来到了警局，恳求找老王，却因为各种资料都没有，被直接拒绝。最后，卡姐直接来到精神病院，希望能够见到老王。接待她的护士名叫海林。卡姐看到海林泪流满面，并且海林脖子上还挂着那枚后来小白和小花作为信物的银币。卡姐还说自己的母亲曾经也有一枚一样的。相信大家也猜到了，这个海林就是卡姐的妈妈。但在1987年这个时间，母女俩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很好。海林经常没理由的打骂青年卡姐，看起来就像拿了泄愤，也难怪青年卡姐会变成小太妹。还记得第一季的时候，娜娜诬陷老王强奸卡姐的事吗？那个时候警察光爷就问过卡姐，如果不是被强奸，那她脸上的伤是哪来的？这坑到这里填上了，就是卡姐的妈妈海林打的。往事归往事，现在的海林认不出卡姐是自己女儿，卡姐也需要海林帮忙。她通过海林终于见到了老王。夫妻俩再次相见，所有的话都融在泪水里。卡姐向老王保证一定会带他出去。回想当初娜娜的态度，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哪个是老婆，哪个是小三儿，简直一目了然。此时，精神病院外的王家，老王的爸妈王老爹和王老妈放弃了寻找失踪的小儿子王老二，他们为王老二办了一场没有尸体的葬礼，承认了这个孩子已经彻底离开了他们。葬礼上，王老妈全程对王老爹没好脸色，当着众人的面直接戳穿了王老爹出轨，说他在孩子走丢的那天还在跟克什鬼混。如果他能把出轨的心思用在找孩子上，王老二也不至于没了。而克什此时也已经失踪。
上一集我们说到，钱家的客氏穿越到未来查新闻，得知自己的父亲光野会于1987年6月26日死于家中。于是他在这一天来到父亲住的地方，想要救下他，却没想到俩人发生争执，客氏反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光野死了以后，客氏穿越到了2020年的末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世界末日的核爆炸已经发生了3个月，大部分镇民都已经惨死，只剩下少部分幸存者。客氏依然照顾着病重的雷姐，雷姐本就已经癌症末期，再经历过一次核爆炸，目前只能说是一息尚存。客氏也不知道怎么挽救这个世界，他拿起录音笔录下了一段录音。这里也就解释了小白第一次穿越到2052年为什么会听到这段录音。但就是在客氏离开的这段时间，王老爹找到了雷姐，用手捂住雷姐的口鼻，将本就已经病入膏肓的雷姐活活捂死了，嘴上还念叨着一句话。这里就来盘一下雷姐和王老爹的关系了。雷姐的父亲是谁，一直是小镇的一个谜，而王老爹又是客氏的情人，俩人很可能是亲父女关系。那么王老爹现在的行为到底是受老年客氏的指引来救女儿的，还是真的在对自己的亲女儿痛下杀手，或者两人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刘家这边，刘小雅和刘医生也还活着，小镇四周已经开始彻底戒严。刘医生来查看尸体名册，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森哥、独眼都死于那场核爆炸，但刘医生在上面并没有找到自己的老婆夏姐和大女儿刘小跳。刘小跳穿了，我们知道夏姐去哪儿了呢？第一季结尾，小白和过去的小刘院触碰承诺后发生了穿越。第二季结尾，夏姐和未来的刘小雅触碰以后，也发生了不可确定的时空逆转。夏姐来到了2053年，而中年刘小雅却并没有因为触碰时间裂缝而穿越，仍然留在了2053年。母女俩在这个时空再次相聚。夏姐通过刘小雅的照片，也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自己的亲生女儿竟然也是自己的亲妈。这个算是第二季最大的爆点。已经不记得这段人物关系的，强烈建议大家回去补补课。当然了，这些故事都是2020年的刘家妇女不知道的。刘家妇女来到了小白家，想找点线索，却在这里遇到了青年诺亚。刘医生对青年诺亚没有好感，想赶诺亚走。大家还记得吗？诺亚其实是夏姐的亲爹，也就是刘医生的老丈人。但是刘医生此时不知道啊。看来青年诺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才能直接预言刘医生会死。那么问题来了，刘医生既然已经躲过了世界末日，又是什么事件导致他死掉了呢？和雷姐的死亡一样，我们都一起放在后面再讲。最后，原世界的故事暂时先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把目光放回暗世界。老年小花把小白带到了一处神秘大厅，大厅的墙上挂着亚当和夏娃的画像，我们以后就叫它起源大厅。起源大厅的地面上是一个个相接连接的人名牌，分为左右2个支线，指代暗世界与原世界2个平行宇宙。2个世界的人物关系都彼此交织，错综复杂，但最后汇聚在一点上，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标志。老年小花告诉小白，没有他的世界并不会变得更好，每个人都会死，原世界会发生世界末日，小花的世界同样也会发生，而属于老年小花的世界末日就在3天后。前面说过了，孩子们在刘家地下室里发现了王老二的尸体，他们没躲没藏，及时上报了警局。老王悲痛万分，但理智和情感都让他拒绝相信弟弟已经失踪多年，不可能尸体还是未腐烂的状态。而且孩子们的描述也看起来没有道理，哪有人会是在一道光之后凭空从墙里掉出来的？他不信，也拒绝相信。他觉得是自己的女儿吸毒之后产生了幻觉，还怀疑着小花的男朋友基基提供的毒品，因为基基的父亲和弟弟红发都是小镇的毒品贩子。不过面对眼前的事实，老王又没办法解释，他只能认为是有人杀害或者囚禁了弟弟，然后把他33年前的衣服和随身物品放到了地下室里发现了男孩尸体上。但想找到这个人依然是毫无线索，这让老王几乎崩溃。他当初之所以当警察，就是因为年轻时面对弟弟的走失，镇上的老警察光野酗酒不作为，才导致弟弟一直找不回来。在我们的视角来看，光野已经为这个案子竭尽全力，但站在老王的位置上看，光野确实搞错了方向。前面我们提到过，娜娜通过老王衣服上的气味，发现老王又再次输给了夏姐。娜娜本就是小三上位，没想到自己又要再次面对新的第三者。此时的娜娜对夏姐恨之入骨，她拿着当年亚历山大装枪的塑料包装袋，找到了亚历山大，用他当年的秘密威胁亚历山大，逼他帮自己做事。他要让亚历山大想办法毁掉夏姐的一切。还记得吗？在原世界，娜娜是威胁亚历山大毁掉老王的一切，娜娜还真是浑然不觉。夏姐这里对娜娜的计划毫不知情，还在继续查案。他回到发现王老二的刘家地下室，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枚系红绳的硬币，硬币上的刻字显示硬币来自80年代。这枚硬币夏姐在刘远身上也曾见到过。夏姐拿着硬币来到了教堂，找老公刘牧师，正好撞见了刘牧师和女装大佬在一起。在这个暗世界里，女装大佬还没有开始女装，仍然还是男人的形象。女装大佬和刘牧师虽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举动，但暧昧的眼神已经溢于言表。不过夏姐似乎没时间关心这些，她来找刘牧师只是因为硬币的存在，让她对自己的公公刘玉儿产生了怀疑。
他想问清当年刘玉儿到底利用地下室做过什么，以及刘家父子在地下室和林中小屋生活的时间线。不过刘牧师对此都含糊其辞，没有正面回答。但就在问话之际，刘牧师得到消息，刘玉儿自己来到了警察局，主动自首，交代了自己杀人。刘玉儿说是自己杀了男孩，但刘牧师却很疑惑，父亲昨晚明明和他在一起，不可能杀人。还没等他说完，老王直接冲了上来，掐住了刘玉儿的脖子，质问刘玉儿是不是杀了他的弟弟王老二。但刘玉儿也同样在惊讶，为什么老王过了几十年还没死？警局里的人一脸蒙圈，但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看得很清楚，刘玉儿之所以交代自己杀人，是因为他是在多年之前杀的人，尸体是穿越而来，并非昨晚作案。他再次见到老王很惊讶，是因为多年以前就是老王用石头砸他，让他失去了眼睛，所以刘玉儿看到了和自己当年见到的一模一样的老王，才会有此一问。另一边，小白在被亚当欺骗之后，选择了站在老年小花这边。老年小花居然自称夏娃，和原世界的老年小白自称亚当，再次形成了呼应关系。夏娃告诉小白，只有相信自己，才能逆转现在的情况。从克什的录音到亚当，再到克什，再到现在的夏娃，小白一直在为不同的人指引。小白也一直在相信，因为小白看起来没有选择。为了救下他在意的人，他只能不断的相信别人，不断的试错。夏娃给小白的任务就是引导暗世界的萌新小花发现时空穿越的真相，从而慢慢长大，成为现在的夏娃。花开108朵，暗世界小白的故事咱们先一放，来看看穿越到原世界的黑小花。还记得吗？在把一颗核原料球留给1888年的大白之后，黑小花启动球形时间机器，再次穿越了。穿越的黑小花来到了世界末日之后，在核电站里找到了藏在核电站深处的亚当。从对话中听得出，黑小花给大白核原料球果然是受亚当的指示，他本人也一直在为亚当做事。黑小花的目的是希望亚当能告诉自己世界的起源在哪里，以及如何摧毁起源。大家发现了没有？原世界的小白穿越到了暗世界，为老年小花夏娃做事；暗世界的黑小花则穿越到了原世界，为老年小白亚当做事。两个世界再次形成了一个闭环，简直就是严谨生了个儿子是小偷，贼他妈严谨。而两个世界之间的碰撞还产生了一个神秘的三人组，他们做事仿佛天罚降临，一出场就来到1921年，把曾经操纵一切的西蒙多总部用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三个人都有兔唇，很明显能看出这是同一个人的童年、中年和老年。我们以后就叫他们兔唇。西蒙多总部人去楼空，组织成员都去哪儿了？咱们先按下图表，先集中看一下兔唇。这三个人并不是前2季出现过的角色，像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神秘组织。兔唇在第3季前几集基本只干了3件事：杀人、杀人还是杀人。杀人手段都是3人一起行动，掏出钢丝直接勒死。1987年，他们在刘家老宅杀死了核电站的老站长刘董，抢走了核电站的万能钥匙，然后在核电站杀死了科尔什的秘书，抢走了核电站的设备图纸。他们还曾去过1888年，杀死了盲爷，也就是钟表匠的祖父，抢走了刻着致夏洛特的怀表和盲爷的父亲留给他的阿里阿德涅剧本。盲爷之前一直在致力于研究实验机器，就在他准备将时间旅行真的可行这一发现公之于众的时候，兔唇降临杀死了他。所以说，兔唇不仅抢劫重要道具，还保证了时间穿越的顺利进行，整个世界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最后，兔唇把抢下的东西全部完整的送到了一个人手里，那就是夏娃。看样子，兔唇是夏娃的人。注意，这里核电站的万能钥匙有2把，暗示了原世界和暗世界的刘董都被兔唇所杀。那么他们抢王的钥匙又是为了什么呢？很明显，夏娃正在利用兔唇铺开一局大棋。他告诉兔唇，他必须保存这个结，而且小白想要救下的那个小花必须要死。看来夏娃也只是在利用小白，小白危险了。在离开了夏娃之后，兔唇来到了原世界的1954年，在温登山洞口遇到了年轻的王老爹，也就是王建国。兔唇说是自己给王建国起了名字。王建国的母亲，也就是老王的奶奶，大家应该还记得吧？长得很漂亮的那位红婶，她是诺亚的亲妹妹。但是红婶的丈夫王建国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出场过。红婶只提过他是个神父。就目前的对话来看，王建国的父亲很可能就是这个兔唇，所以我们把兔唇也加入到王家的人物概念图里。兔唇给了王建国一个手镯，告诉他手镯是他母亲的。但王建国似乎并不在乎母亲的失踪，也不在乎他父亲是谁。后来他把这个手镯随手送给了总是跟在自己后面暗恋自己的青年王老妈。而此时的红婶已经穿越到了2053年的末日时空，正身在亚当身旁。亚当给了他一张写着克劳迪亚死讯的报纸，并指示他一定要把报纸给到克劳迪亚手中。第2季的时候我们讲过，是老年克婶把印有自己死讯的报纸给了红婶，没想到老年克婶的报纸其实就是未来的红婶给他的。这个闭环也很有趣，我们来梳理一下。就从亚当把报纸给红婶开始说吧。亚当把报纸给了红婶，红婶穿越到克婶死之前，把报纸又给了克婶。克婶知道了自己会死，又拜托了过去的红婶把这个报纸给过去的诺亚看。诺亚一看就明白了，自己会在何时何地杀死克婶。这样克婶一死，这张写着克婶死讯的报纸就被印出来了。诺亚又拿着这份报纸去找亚当，然后就接到了一开始亚当把报纸给了红婶，让他交给过去还活着的克婶，完美闭环。只是克婶为啥知道自己会死，还是要去送死呢？这就要留在后面揭秘。
在2053年的末世世界，亚当建立了新的空中总部，除了亚当、红婶、黑小花，中间的王长毛和刘小跳也都在。奇怪的是，未来时空刘小雅的手下刀疤妹居然也在场，还和要去执行任务的红婶拥抱了一下。他俩难道也有什么血缘关系？咱们接着看。中年王长毛说，他们在1888年还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黑小花为何要不告而别，直到现在才明白是他们自己下令让黑小花这么做的。看来此时的黑小花完全听命于西蒙德组织，而西蒙德组织也是在1888年后的1921年才彻底利用黑小花带回来的暗物质稳定了穿越装置，并确定了他们的计划，所以也就有了在这刘西亚之前在钟表匠相册里看到的西蒙德组织大合影。如今在2053年，西蒙德组织再次集结，又开始排兵布阵。在亚当的眼里，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成员们的任务早就已经安排好了。西蒙德组织再次启动了实验机器，红婶带着护具走进黑色能量球，似乎新的轮回即将开始。咱们回看暗世界的小白，离开夏娃之后，小白走出山洞，来到了暗世界的主时间线2019年，找到了还对时间穿越一无所知的萌新小花，并开始跟踪她。因为几个孩子目睹了王老二与刘家地下室凭空出现，老王怀疑是小花的男朋友基基给小花喂了啥奇怪的药物，基基自己也心存芥蒂，觉得小花和自己在一起不过是为了气他那个对感情不负责任的父亲老王。这俩人注定走不长久。就在小花和基基分手以后，小白冒出来了。小白告诉小花，他们俩人一直都认识，并说出了很多小花童年时的经历和成长过程中的很多细节，让小花信任自己，并且要带小花去见证时空穿越。他带着小花爬进了洞穴，触碰了时空之门。再次打开时，俩人已身处一片荒漠。温登小镇除了这个山洞，已经只剩黄沙。远处只有一人缓缓走来，揭开面纱，正是中年小花。Willkommen in der Zukunft。中年小白叫大白，那中年小花当然叫大花。小花、小白和大花躲在仅存的刘家地下室里。大花告诉小花，如果他们无法阻止世界末日的发生，那么他父亲、哥哥以及小镇上的大部分人都会死掉。而拯救世界的前提是必须要阻止核电站的核废料桶打开。而且大花告诉小白，他被夏娃骗了，他不可能同时拯救2个世界，要么选择那个父亲自杀的原世界，要么留在暗世界和小花一起阻止核爆炸。那样的话，你的原世界就没了，原世界的小花也没了，但在暗世界，你爸就还是王小米形态，并可以一直活下去。还没等小白做出选择，暗世界的萌新小花听不下去了，她难以接受自己的世界即将毁灭，扭头跑出了地下室。小白无奈，只能追上去告诉小花，刚刚大花说的都是未来会发生的事实，并再次把小花带回了2019年的时空。而此时的山洞里又出现了另一个人，诺亚。他一直躲在暗处，看着3人的对话。这是暗世界的诺亚，原世界的诺亚听命于亚当，暗世界的诺亚听命于夏娃。刚刚小花和小白携手离开，是夏娃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他们2个的结合会带来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给了所有人生命，包括现在的大花和诺亚。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结。大花将小白和小花的名字连接在了一起，并指向了一个无限循环的符号。完犊子了！这么看来，大花和大白不同，他已经归属于夏娃阵营，也就是说，他刚才很可能又骗了小白一次。穿越后的小花和小白回到了小花家中。小花对小白说，其实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就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不知是在梦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2个人互相表露了心意，这对来自2个世界的年轻人成了彼此轮回间唯一的寄托，再次开始了一次新的和谐。但也正是因为这次和谐，小花怀上了小白的孩子，也正是这个孩子开启了整个世界。我们再次回到原世界，还是2053年的西蒙德基地。亚当告诉黑小花，你不是想知道世界的起源吗？你和小白生下的孩子就是这个世界的起源。夏娃把你们送到一起，并不是为了摧毁世界，而是为了创造世界。总结一下，在这一期中，暗世界模式全面开启。虽然放到第3季才开始讲，但其实暗世界与原世界是同等对应的关系，就像一只驯鹿的左右2个角一样，互相映衬，却又有些许的不同。而且早在第1季第4集，王长毛跟踪刘小跳上课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关于2个世界的伏笔。Symmetrie ist eine spezielle Art der Doppelung. Sie hat eine Mittelachse, an der sich das Wiederholte spiegelt. Die Wiederholung geht also von einer imaginären Mitte aus und weist dann in 2 entgegengesetzte Richtungen. 片中暗世界的学校里，走廊的背景里，也不断闪过一些黑白天使、闪灵双胞胎、鹿角面具等角色扮演的镜头，既带到了小花说的学校正在话剧排练，又呼应了2个世界一体两面的元素。第3季第1集的片名叫做不会念，你们可能看着眼生啊，但这个词儿呢，其实好多人都听过。没错，这个歌词里的逮下户就是这个法语单词，它的意思是似曾相识或者既视感，是一种有点特别宿命论的视角，也是贯穿暗黑全剧的主题之一。人们常常会觉得某件发生的事情仿佛曾经发生过，或者被注定一定会发生，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就是我梦到过这段这种感觉。
在欧洲文化里，这种奇妙且复杂的感觉被融合进了逮瞎虎这个简单的词里概括，在片中更是将这种感觉充满想象力的解释了出来。暗黑的世界认为，之所以会常常觉得逮瞎虎，是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与之对称的世界，两个世界之间时常会出现一点 bug， 少许的元素流落到了另一个世界，才会让人产生逮瞎虎。我们人类不过是世界这个大型游戏的角色，命运早已被代码写好。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可能也正在经历某种早已被写进命运的逮瞎虎。科普结束，咱们回看剧情。这期视频最大的爆点就是原世界的小白和暗世界的小花两人居然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被亚当夏娃称为两个世界的劫，他到底是谁？会是之前已经登场的角色吗？亚当说想要摧毁这个劫，不就是要杀了自己的亲骨肉吗？小白明明在暗世界经历了一番冒险，大白却说自己并没有去过暗世界，也从来没有见过暗世界的小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按下不表，所有的大坑小坑都会在最后2集给大家一个答案。拜了个拜！喜欢我的解说，请按一个喜欢，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下期再会，拜了个拜。